要跟在冰岛的时候一样开5个小时去塞伦盖蒂国家公园。然后上次在冰岛是开5个小时去那个杰古沙龙冰河湖。冰岛有说其实车程并不远，只是因为后面都是泥土路很难开，所以才要耗时到5个小时这么久。今天还绑了一些头发，因为大概会有2天没办法洗头。今天跟明天都是要住在国家公园里面的帐篷，所以应该连热水都没有。然后水量也是用桶子装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头发编起来，这样它才不容易脏。现在我们在坦桑尼亚的 Ngorongoro 火山口，这是世界上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火山口之一。而我们现在正要穿越这里，前往今天的目的地塞伦盖蒂。日后我们会再回到这个地方做探险，跟外面的景色拍照。好天！我如果再把头伸出去，这窗户可能会变成我断头台。非洲版的玛丽安东路。Hakuna Matata。这个是大的吗？我好喜欢这边的天气哦，而且它刚刚整个都是雾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阿里山的气势感。我真的很好。我都还没有认真逛过阿里山，我是想逛的。虽然我们只是经过 Ngorongoro 火山口，但还是要递交一些文件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继续。还要继续赶路，不知道开多久了，没有在注意，只知道风景很漂亮。哦，还有讲当初火山爆发的故事。被你说中，它已经是死火山了。大约在300万年前，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火山。经过一次的剧烈喷发后，火山的内部坍塌了，形成一个广阔的盆地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。但它有一个大的跟一个小的。我们就在这，就在这，好近啊 ！No, don't run, don't run。他刚刚很害怕，然后就开始拔腿狂奔，超好笑。如果我们今天足够幸运的话，应该就有机会收集到非洲5霸：狮子、豹、大象、犀牛跟水牛。但目前我们只看到了母狮跟大象，还有水牛。我们蛮严格的，狮子我们还一定要看到公狮。开了一整个上午，终于要离开了。穿过这个狗门，我们就到下一个国家公园了，也就是今天的目的地 Serengeti。这里的马赛人都会卖一些他们自己手工的编织物或者是饰品给你，我觉得这个都还可以。但很多马赛人是被宠坏，他伸手就直接跟你要钱。像刚刚在小火山口那一边，也有一些马赛人，他硬要跟你拍照，拍完以后就是叫你就是给他钱，而且他会非常热情的要你帮他们拍照，或者是你跟他们拍照，然后再跟你要钱。我吃了满口沙，我都咬到那沙子脆脆的那种咔哧咔哧咔哧的感觉。Serengeti 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的北部，名字是来自于马赛语，意思是无边无际的平原。这里是坦桑尼亚最古老也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公园之一，北边跟肯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接壤。每年这里会上演超震撼的动物大迁徙，迁徙时会有超过150万只牛羚、20万只斑马，还有30万只汤姆森邓羚。随着四季的变化，根据雨水滋养的草原方向迁徙。他们会穿越湍急的马拉河，还得小心藏在水里的鳄鱼。当然，鳄鱼也很可怜，它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饱餐一顿。一般来说，6月到9月，大部分的牛羚、斑马、邓羚都会待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。而现在因为已经是10月下旬，所以这些动物已经陆续的回到塞伦盖蒂。导游说他们的鼻子会侧风向，然后保持他们鼻子的湿润。他刚蹦蹦跳跳的样子有点滑稽。哦，他尿尿。
这边痴痴的等待他们靠近。快过来！没有望远镜的加持，真的好小。看到了什么？他们好像在射手。你确定？他们跑离车子前面，然后到稍微比较外面的地方，反正在草地上走来走去。结果我们都还没有入管制站，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么多动物了。没有看到近距离的狮子。我也是，我想要看近距离的猎豹，它真的超美的。刚刚那太远了，连我架望远镜都来不及。这还是很难拍。对，它那个肌肉线条超美。2楼激流。突然好想念刚刚那个恩果罗的国家公园，比较凉，这里好热。每次都是这个，但不难喝，还是跟那个 Good Morning 差了一点。我的还是 Mango。奇葩吃香蕉大法，还可以，但看起来超像 gay 白女。你要吃什么饭？没有，因为刚刚前面的过手就把它挖掉，然后就突然就这样开始吃。饭了。这个男人找到他想要的东西。我害怕被拍照成你这是你有问题吧？这个地方有问题，可以去卖咖啡。哦，小心小心！就是我们刚刚苦苦等待的生物，就他离我们超远，根本连张照片都没办法好好拍。上面好凉哦。刚刚超好笑的，吃完饭以后，老公跟导游2个人在互相走对方，然后彼此之间一直错过。这边有车开过来怎么办？那就是沙尘暴了哟。哎呦，走到想几天了？不知道什么的领养。这狮子都没办法拍，狮子都太远了，在这里他们2只在抱着睡觉的时候要晒太阳。他们就在狮子前面换轮胎，也太赶了吧！就幸好他们2只在睡觉。他们跑过来大概只要4-5秒的时间而已吧。换我们爆胎了吗？年轻的小女生。在 Safari 的过程中，你会看到很多品种的羚羊，所以这个可能要事前做一些功课，不然你会分辨不太出来。那这一个的话，我在猜它应该是犬羚，因为在样貌跟体态上都跟犬羚比较相近，而犬羚是羚羊里面体态最小的羚羊。猎狗真的跟卡通里面画的一模一样，就是一脸机车样。刚才笑人家在莱尔面前换轮胎，结果现在好像换我们爆胎。那我们在猎狗前面，旁边有一堆海鹰在聚集。不过我们好像是刹车出问题了。然后有一个黑黑小小的东西在跑，我来看看是有东西追他们吗？可是这边有海鹰他们跑过来不是更危险？我们要跟他讲什么？快跑！嗯。
让我发现海伊娜的存在。所以如果海伊娜直接在我们面前猎它，我觉得是一个世界奇迹。应该有点残忍，应该很难得。对，超难得。很难得。对他们有点残忍，但我想看呢。那本来就是他们的食物啊，我就只是刚好看到了，没关系。自然界的循环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反正他们都一定会吃，不如就让我看两眼。说好了，但又……他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我就东看看西看看，就发现我们正前方有一只大象落单了，可是不知道它在干嘛。不知道大象在干嘛。这草原真的是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，但其实一堆东西。可爱吧？我叫老公拿望远镜看它吃草的细节，超可爱。我们的车子始终没有修好，现在还去跟人家求救。结果是因为我们一路开过来的路上太颠，然后把避震器震爆了。这是我刚刚要进 Serengeti 前在管理处拍的照片。最上面的当然就是 Big Five， 然后剩下底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有机会看到的动物。还有母狮，没有看到公狮。我们除了犀牛跟还有猎豹、水牛没看到之外，其他都看到。可是这个牛不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群吗？没有，那是 buffalo， 非洲水牛。不一样。除了这个跟犀牛还没看到。这个跟犀牛还没看到，看不到犀牛。犀牛要去陨石，就是火山口。我又收集到了一只母狮子，但一样很远很远，根本就拍不到。我已经不费这个劲了，但我现在很厉害，我可以停下来，然后就开始东找找西找找，然后马上找到狮子，然后再拿望远镜再确认一次。海伊娜它们通常是成群结队行动，然后它们的食物来源几乎是狮子跟猎豹或花豹吃剩的一些腐肉，它们才去捡。它们不太会自己去主动攻击一个活生生的生物。但你们不要看猎狗这样子看起来贱贱的，其实它们是有敌人的，它们敌人很温驯，很意外对不对？它们的敌人叫做 mongoose， 非洲到处哪里都可以看得到的动物，甚至在学校宿舍也看得到。然后它的中文叫做猫鼬。猫鼬如果看到海伊娜来攻击它们的话，他们会团结合作的把海伊娜给淹没。要知道 mongoose 的体型其实也很小，它站起来有点像土拨鼠，然后在跑的时候又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水獭吗？跟老公说我们前面还拍那么辛苦，就这么幸运有一只就走过去。哎，那你在过马路？不要害怕，一起玩啊！每只斑马的条纹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。它们通常会在大草原上一起移动，这样可以提高警觉，也能够更快地发现掠食者。斑马走路的样子总是呆头呆脑的，十分可爱。它们喜欢和牛羚一起行动，通常会结伴同行，互相有个照应。而瞪羚的话，则是会跟它们反方向走，因为瞪羚偏好吃草的根部，而牛羚跟斑马已经吃过嫩草了，所以他们会选择走反方向，这样才会有足够的食物满足瞪羚的需求。连马都不想理你。他们的伙伴有等他们吗？刚刚那一群是我等他们的。哎有哎，然后他们还在，他们已经过马路成功在那边等他们。领头的斑马好像想要从车子后面过马路。全部都在等。一台车经过，他们就不敢跑。我有两台，那拔腿怎么办？导游说我们明天可以看到更多东西，是因为我们比较深入
国家公园里面嘛。对啊，然后再加上如果我们清晨的话，没有什么人打扰动物是吗？应该是这样吧。而且我们住在 Serengeti 里面，我们就不用赶路了，对啊可以整天都花在里面。因为我们今天是下午才到，已经看到不少东西了。然后但是导游跟我们讲说，我们明天可以看到更多。我希望明天可以看到公司。明天会到国家公园的中央地带，那一定很嗨。这里动物比较多。哇哇！这一群人是斑马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我感觉大一点。他们那个线太密集到远看会觉得他们整个是黑的。对。我知道我有听到，但我有看到斑马，我还在为斑马兴奋。哇，这边有一只黑狗，它静止不动，好臭哦！好臭！我们两个一直在干呕，超没用的，好臭！我还想呕，但是我怕导游担心我。好臭！我觉得我快死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黑斑羚，他们通常是60个女生配1个男生，这个男生会弹尽人亡吧？如果有其他雄性想要跟女生们打交道啊，他们2只男生就会打架，打输的那一个人就要远离这个群体，换新的男生被炸金。竟然看到5、8之1的水牛嘞！牛羚它们也是群体生物，它们会在开阔的草原上移动，这样它们可以一眼横扫四周，随时发现有没有掠食者在靠近。它们身体拥有非常巧妙的保护特征，你仔细看，会发现它们身体每个部位都像不同动物的外形，就像拼图拼出来的生物。这种伪装已经足够让牛羚骗过其他天敌动物了。Yeah， 我们刚刚发现前面的那台车爆胎了，然后我们的盖就去帮忙。你看，他们很大群的在移动。我刚刚也是啊，我只是稍微擦一下手背。重点是我刚刚，我看你有没有很明显？也没有我这么明显，可能我太黑了。我刚刚就浮一层白白的，我现在擦过了。给你们看我擦完脸以后这一张会变怎样？这已经刚刚稍微擦过手臂。顺带一提，我没有化妆，所以不会是粉底。超恶烂，超恶烂。他们真的没有千斤顶啊，然后他们超原始的。需要再找一个人来帮他。可能是因为我刚刚路上看到另外一个人爆胎，是4个人在帮忙用，所以他们2个人其实还是很吃力。对啊，可能要多。好像有一台来帮忙了。是吗？我洗头。我们这几天不是住营地，没办法洗头，所以我就打算故意绑辫子，这样子。Well, the wild Oh my god. habit is to help each other. Yeah, Yeah. that's nice. That's really nice. 通常会有这么大的车阵，都是狮子啊、猎豹啊，
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，可能需要给我望远镜来寻找一下。这棵小树上面看到的豹，只有看到它的尾巴，还有它的背面。花豹算是5·8之中非常难遇见的成员了，因为他们大多在夜间行动，而且个性孤僻，喜欢独来独往，简直就是 I 人的代表。他们喜欢待在树上，还经常会把食物带到树上享用，以防被猎狗或狮子抢走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花豹跟猎豹的花纹其实不太一样。花豹的斑点呈现出玫瑰状的环形斑，而猎豹的话则是实心的小黑点，这是它们区分的关键。另外，猎豹的脸颊上还会有2条黑黑的纹路。你这个王八蛋！你自己在塞伦盖提解放完，他现在在搞我，他在搞我啊！刚刚先跑去上厕所，因为我已经忍3-4个小时，我已经要爆掉了，所以我刚刚没有照到我从吉普车上面下来，然后看帐篷的这个视角。总之呢，我们现在听这里的管理员告诉我们一些须知，例如说你离开帐篷的时候啊，要怎么使用对讲机，请他们的服务人员带你去餐厅，或者是带你去你需要的地方。你有听到吗？是啊。我们在 Serengeti 的3天2夜都会住在国家公园里面，但因为国家公园里面是不能盖永久建物的，所以不会是什么度假村啊、饭店啊、小木屋之类的，只会是营地，只是豪华的程度不一，你可以自己选择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营地的业主公司，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跟你的旅游团队去讨论的。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形态，一定是帐篷。大家不要以为住帐篷这件事情很可怜，它其实也没有公民训练这么困难，算是一种豪华露营吧。其实啊，你会有餐厅，有人会帮你做菜，然后在房间里面你可以上厕所，也不用到外面上，然后洗澡也是在房间用，甚至洗澡水还有热水，虽然不稳定，至少这一间的是这样。有一个小的缺点是，但是你要想啊，就是毕竟你是在野外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你不太能够抱怨。但反正呢，我就是跟你们讲，这里有非常多的虫，所以如果怕虫的人，你要三思你是否要住在国家公园里面这个选择。还有一个缺点或优点吗？不知道你们要自行评估。那影片最后面会有解答，我这里就不透露了。有点好像在那个树林里，他们一直都在那。我好像看到有形单影子有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他们蛮吵的，他们真的蛮吵的。他们就在我们露营地的后面，就在我们帐篷的后面而已。难怪我想说声音怎么可以这么大声，但刚刚一路开过来的时候，它确实离我们就不远了。才入住不到10分钟，开始跟蚱蜢玩捉迷藏，然后外面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叫。
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。攻击我，直接跳到我脖子上。啊，他靠近别人的帐篷了，一群就直接从人家旁边这样涌过去。我们没有想过，原来住在帐篷里面，水牛的声音可以大到根本没办法好好睡觉。最刺激的那个 timing 是半夜的时候突然听见狮子的低鸣声。我们一开始不知道，是早上醒来的时候跟导游在聊天时，我们模仿给导游听，说我们昨天晚上听到哪些动物的声音，结果他就笑着跟我们讲说那个是狮子。然后我们就，然后他说，但没关系，他们虽然听起来很近，但其实离我们还有一点距离。OK。他们越来越大声了，是我的幻觉。maybe 不是幻觉，他会不会从我们的帐篷旁边跑过去？有可能。可是我们看不到，因为我们把那个关起来。好吵，他就在我们门口而已耶。但是我们一定得把窗户关上，不然我们会冷死。所以他在从我们旁边经过了。说了这么多次晚安，结果我们一直被牛铃吵起来。